们，我们现在来把焦点放在动词的分类上面。所以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把它分成3段的话，前面一开始铺陈，接下去找寻青蛙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刺激的各种历程，以及最后找到青蛙的那一刻，跟怎么样把青蛙带回家，这里一共有3大段。那你想想看，为什么是只有在中间的那一段找寻青蛙的过程当中才有被动呢？那当然，我们要先把这个3个部分的动词，我用一个表格呈现。这是前面第一段 orientation 的部分，前面铺陈的部分。然后这个是中间的那一段 complicating actions， 复杂的找寻过程当中，你发现了没有？有被动出现。然后最后一段呢是收尾，这个时候没有被动。因此，在这3段当中，只有中间的那一段是有被动的。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这样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要维持故事主角的主题延续性。因为我们一直在讲那个主人，就是我嘛，对不对？我这个小田。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Beberapa saat, aku dikejutkan dengan seekor tikus. 好，你可以看见。他说：“不一会儿，我被一只老鼠吓了一跳。”因为这时候一直是在讲这个小田他的寻找青蛙的过程，所以我被吓了一跳啊。那因为你要主角还是在小田的身上，要延续主角的主题延续性，所以要用被动。我被吓了一跳，不能说老鼠吓了我一跳，因为我现在还在讲我，不是讲老鼠，对不对？Ia hampir meratakan hidungku dengan giginya. Ia kelihatannya marah kepadaku, pikirku sambil bergegas menuju ke tempat lain meninggalkan tikus dan Hachi yang sedang bermain. 因为刚才说我被老鼠吓了一跳，这时候老鼠就被介绍进入这个故事里面了，因此后面就可以说它的牙齿啊，老鼠的牙齿把我的鼻子碰扁了。那么老鼠看来呢，在生我的气，所以你看，这时候它的镜头放到老鼠的身上，所以老鼠不断的用主动来描述它。可是前面我被老鼠吓了一跳，用了被动，因为要维持我的主体性，跟我作为主角的延续性。Aku diusir oleh burung hantu. Lalu aku melanjutkan pencarian ke bebatuan besar.Aku memegang ranting pohon di puncak bebatuan dan berseru memanggil Donna. 这里同样的，在讲到我被猫头鹰驱逐出境以后，我就继续我的寻找唐娜之旅啊，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哦，那个我仍然是主角，对不对？所以他说Aku diusir， 我被猫头鹰驱逐出境。所以这里用被动呢，就是要维持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的时候，谁是主角？所以那个 camera 就要一直在那个主角的身上，然后主角被怎么样了？被怎么样了？还是 camera 在主角身上哦，不能够移动哦，所以要用被动。这样了解了吗？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到最后，小试身手动词练习一下，记不记得？在最后故事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有主动的动词，对不对？你可以将那个主动的动词把它拿出来，把它排一下次序，你就会看见这个故事的主轴是透过及物动词进行的方式来排列顺序的。所以把及物动词拿出来，然后看看它的次序，你就会看见第一句是我们听见在一棵老树干的后面有像呱呱呱的声音。下一句，我靠近声音的来源，我跟哈奇爬上去，我们看见一对青蛙，我们也看见唐娜和她的兄弟姐妹。唐娜看见就靠近我们，我和哈奇看见唐娜的那一刻，感觉十分开心。唐娜的家人给我们一个甜美的微笑，当作是道别的记号。所以，如果你将
man 动词，也就是主动的这个及物动词，把它一一排列，你就会发现印尼语用及物动词来将动作的先后次序一一的介绍出场。所以你如果将其他的都砍掉，只要把及物动词抓出来，那个故事的整个主轴仍然存在。它的主要的核心是什么？一目了然。